有多少次，你在关系里等待理解，在对话中期待被听懂，在生命里渴望有人看见你的脆弱与坚强，你的伤口与光芒。你说你只是想被懂，想有人能看穿你逞强底下的疲惫，想有人能不经解释就知道你为什么沉默，为什么微笑，为什么忽然沉入深深的孤单。但一次次的落空让你越来越安静，你开始告诉自己，算了，讲了也没用。你说他们不懂我没关系，我懂我就好。然后你继续微笑，继续努力，继续扮演那个被需要、被喜欢的角色。只是你真的懂你自己吗？还是在等别人懂你之前，你已经先丢下了那个最真实的自己？你开始把自己的情绪藏好，因为怕太情绪化会让人退开。你开始压抑自己的渴望，因为怕太想要会让人觉得你不够独立。你开始收起那些不被认可的梦，因为怕太特别就会显得格格不入。你说你只是想活得低调一点，稳定一点，安全一点，但你也知道，你不是不想被理解，你只是太怕，一旦打开自己，就会面对更多失望。所以你选择了理解别人，选择了成全，选择了理性、包容、冷静。你做得很好，真的。只是这一切的背后，你也把自己弄丢了。你开始忘了什么让你开心，忘了你原本的梦长什么样，忘了你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是怎么笑，怎么哭，怎么安静地爱着世界。你太想被世界接住，却忘了你可以先接住自己。亲爱的，真正的理解不是从别人开始，而是从你愿意回头拥抱自己开始。当你开始对自己诚实，你会知道你其实常常寂寞，常常无助，常常在努力撑出一个我没事的形象。你会知道你其实有很多话没说，很多痛没哭，很多梦还没来得及实现就被你自己盖住了。那都没关系。理解自己不是要你马上变得清楚明白，头脑清醒，而是你开始不再逃避自己的感受，开始不再压抑那个总是太多的你，开始愿意听见那个还没长大的内在小孩的声音。当你开始愿意不丢下自己，你就会发现外界的误解不再那么刺痛，关系中的忽略也不再是全世界的崩塌。因为你知道，就算没有谁真正懂你，你也不会再离开你自己了。你会开始替自己做选择，选择真实而非讨好，选择靠近内心而非迎合期待，选择相信我是值得的，而不是我得变成某个样子才被爱。然后有一天，你会遇见那个人，他不是因为你完美才靠近你，而是因为你完整、真实的活着，他才终于能够看见你。你不需要让全世界都懂你，你只需要先学会不再误解自己，忽略自己，背叛自己。你怎么对待自己，世界就怎么对待你。请你记住这句话，在被理解之前，请你先学会不丢下自己，因为你是你灵魂里最该被好好理解的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总是在变得更好的路上，从没停下过脚步？你买了很多书，上了很多课，听了很多人的建议，你努力提升情商，修正脾气，扩展视野，改变习惯。你像一个永远在进化中的人类样本，只为了某一天，终于可以说我够好了。但那一天为什么从来没有来？你以为自己还差一点，再聪明一点，再冷静一点，再有价值一点，就可以被爱，被肯定，被留下。你说自己是完美主义，其实是生怕失败。你说自己对自己要求高，其实是无法承认自己的脆弱。你一直觉得不够，不是因为你真的不够，而是因为你从未允许不够完美的你完整的存在。
你把不够自律的自己藏起来，把容易焦虑的自己压下去，把想依赖、想被呵护、想被接住的自己推得好远。你以为那些是不应该出现的部分，你以为只有光明面才值得被看见，你以为只有强大才值得被爱。但亲爱的，完整不是只有强大、完美、闪亮亮的样子。完整是一种包含你正在学习的样子，包含你偶尔脆弱、常常怀疑、偶尔想逃走的样子，包含你在黑夜里掉眼泪，在白天硬撑着笑的样子。真正的完整是你愿意放下挣扎，承认我现在就是这样，承认我还不完美，但我值得存在，承认我也有黑暗，但我依然可以发光。你越想证明自己够好了，其实越暴露了你内在的否定。真正的自信不是在所有方面都达标，而是即使你不达标，你也知道你的存在本身就有价值。当你愿意允许自己的每个部分都被看见，你就开始回到自己灵魂的中心，不再切割，不再批判，不再惩罚。你会发现，那些你以为不应该存在的部分，其实都带着讯息与礼物。你的情绪告诉你你在乎什么，你的脆弱让你学会温柔地靠近他人，你的焦虑提醒你你有多想为自己创造更自由的生命。这些都不是错，而是你的一部分，被压抑太久却从未离开的自己。所以别再说你不够好，你只是还没完整的活着。当你愿意让那些不完美的你也被接纳，你会发现自己有多自由。你不再需要演得毫无破绽，不再需要强颜欢笑，不再需要用努力来换取被爱。你就是你，完整的你已经足够。请你深深记住这句话，你不是不够，你只是还不敢完整的存在。当你开始允许所有的你被看见，你就会发现，你早就是你一直在找的答案。你可能没有发现，你对自己的评价早已变成一种无声的习惯。你说自己不够好，不够快，不够稳，不够聪明。你说自己怎么又犯错，怎么还是没改，怎么总是做不好。你总是这样，一边责备自己，一边期待被爱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每一次你这样对自己说话，其实都在悄悄切断你与爱的连结。爱不是一种奖励，它不是你表现够好了才配得上的东西，它不是你修正了所有缺点，改掉了所有坏习惯，变得足够完美后才可以拥有的温柔。爱是一种允许，是允许自己不完美，允许自己还在路上，允许自己有时软弱，有时困惑，有时反复。爱是一种不设条件的看见，先看见你是谁，而不是你做了什么。但你却在心里建了一座法庭，每天审判着自己，今天够努力吗？今天说错话了吗？今天是不是又让人失望了？你以为这是对自己负责，但其实这是你对自己的情感隔离。因为在那样的频率里，你永远无法真正接收来自他人的爱。你会怀疑，他是真的喜欢我，还是只是礼貌？你会说，他可能不知道我有多糟糕。你会想，他要是发现我真正的样子，可能就不会留下来了。你无法信任爱，不是因为你不配，而是你自己早就不相信你值得。每一个否定的念头，都是一把小刀，慢慢地割断你与爱的能量连结。你以为你需要变得更好，才能获得连结，但其实你需要的是停下来，不再对自己这么残忍。请你慢慢听见那些你对自己说的话，我怎么那么没用？我真是个麻烦。
我一定让大家很失望。那些话你说久了，心会信，灵魂会关门，爱会走远。不是因为没有人爱你，是因为你把自己锁在一个不被爱的频率里，你只接收得到批判、否定、责难，却听不见赞美、拥抱、温柔。但你可以改变这一切，不是从外面找到更多爱，而是从内在重新打开那条通道。从下一次开始，当你又想责备自己时，请你停1秒，问问心里那个小小的声音，你现在是不是也需要被爱？如果答案是，那就请你先对自己温柔，说我理解你，真的不容易，说没关系，我在这里，说你这样的样子，我也愿意爱你。你会发现，爱不是远在天边的别人给你的东西，它就在你愿不愿意对自己打开的那一念之间。当你开始对自己温柔，那条与爱的连结会慢慢回来。它会透过你周围的眼神、语气、拥抱、天气，甚至梦境，悄悄地回应你。你没有那么糟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你一直都值得被爱。请你不要再用否定来测试自己的价值，不要再用批判来交换存在的空间。你什么都不用改，你只需要重新相信，你现在的样子已经值得被爱。每一次你选择不再否定自己，你就让那道与爱之间的门打开一点点，直到有一天，你发现自己就是那道通往爱的门。你总是让位，在人群里，你选择沉默；在对话中，你选择倾听；在情感里，你总是让对方先。你说自己没关系，说自己不那么重要，说我可以等，我可以忍，我可以不要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这些话久了，灵魂真的会开始相信。你不是不需要，只是太习惯不提；你不是不渴望，只是太害怕一说出口，就换来空气的安静与转身的背影。你习惯把希望藏起来，习惯把不甘心转成微笑，习惯让自己成为那个很好相处的人，哪怕心里早已干涸成一座没有名字的沙漠。你以为这叫成熟，叫懂事，叫善良。你以为这样比较不容易失去，比较容易被喜欢，被留下，被需要。但你慢慢的发现，你被需要，却不一定被在意；你被喜欢，却好像谁都不是真的了解你，你从没真的被放在重要的位置上。于是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真的不够好？是不是本来就不值得被重视？是不是这就是你的命？可亲爱的，你不是不值得，你只是太习惯被忽略，忽略到你也学会了忽略自己。你不再相信自己有选择的权利，不再相信自己可以说我不想要这样，不再相信自己有资格拥有爱，拥有空间，拥有声音。但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的渴望没有错，你的需求不是负担，你值得的是完整的被爱，不是片段的照顾，你配得的是被真诚的看见，不是被顺便的想起。请你不要再用习惯被忽略来包装你心里的失落，请你不要再用我没事来隐藏你也想被在乎的事实。你不需要再缩小自己来成就别人的安稳，你不需要再压抑自己来换取关系里的平衡。你越愿意看见自己，世界才会开始看见你。你越愿意为自己发声，爱才会有入口靠近你。你不需要变得更完美才能被爱，你只需要相信，你现在这样就已经值得被看见。从今天开始，请你练习说出你的感觉，不管会不会被懂，坚持你的界限，不管会不会被接受，承认你的需求，不管会不会被满足。
因为那是你开始重建与自己的连结，是你告诉宇宙我愿意被看见的第一步。你不需要再等待谁来证明你的价值，你本身就是价值的显化。你不是真的不值得，你只是太习惯被忽略，太久没有回头拥抱那个也渴望爱的自己。但现在你看见了，这一刻你已经重新走回光的方向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总是那么用力的想让别人看见你？从小你就很乖，因为你知道听话会让大人喜欢你。你很努力，因为成绩好才会有人称赞你。你学会迎合，学会贴心，学会提前想好别人的需要。你活成了一个不会出错的人，却越来越不确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你一直在证明你够努力，够懂事，够温柔，够有价值。证明你可以独立，可以自给自足，可以不麻烦任何人。但你没发现，那份拼命证明的心，其实是一种深深的不相信。你越想证明，就越说明你怀疑。怀疑如果不够好，就不会被爱；怀疑如果不够优秀，就不会被选择；怀疑如果不先成为某种样子，就没人会真正留下来。你把自己练成了一把刀，锋利、坚强、耐用，却在深夜的静默里，悄悄变成了一个再也无法放松的灵魂。你太习惯撑住了，习惯所有的情绪先自己消化，习惯所有的困难先自己扛起来。你笑着说没事，但你心里其实很想，有人能在你不用证明什么的时候，就选择靠近你。亲爱的，你本来就值得，从来不需要证明。你值得被爱，不是因为你有多能干，不是因为你不会给人添麻烦，不是因为你永远保持体面和自律，而是因为你就是你。你呼吸，你存在，你的每一份情绪，每一寸皮肤，每一滴眼泪，都带着宇宙创造的光。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不是为了通过考验，赢得爱，配得拥有，你来是为了体验自己完整的存在。真正的价值不在你做了多少，成就了什么，而是在你能不能接住自己，信任自己，允许自己存在。当你不再急着证明，你会发现自己的呼吸开始变深，你不再追着别人的目光跑，不再为了一句认可耗尽所有能量。你会开始从内在产生一种安定感，那是我本来就值得的底气。你会知道，有些人不懂你没关系，有些地方你还没到达也没关系，有些阶段你还在学习中也没关系，因为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。不是回到谁的怀里，是回到自己心里。所以请你放下那个想要证明自己够好的念头吧，你从来就不需要为了被爱而成为谁，你只需要记得自己是谁。你越想证明，就越忘了，你原来就配的，就足够，就值得被爱。现在，请你轻轻地把手放在心上，告诉自己，我不用再证明什么，因为我一直都值得。你曾说过，我早就没事了，说得云淡风轻，仿佛一切都已被时间冲淡。你笑得那么好看，好像从没跌倒过，你活得那么体面，好像从没被辜负过。但你自己知道，那些没说出口的故事，还藏在心里某个角落。那些你以为放下了的伤口，在夜里依然会痛，在某句话、某个场景、某种声音出现时，仍会让你瞬间抽离、沉默、皱起眉头，甚至忍不住落泪。你以为那是你的问题，太玻璃心，太敏感，太不够坚强。但你错了。真正坚强的人，不是从不受伤，而是懂得让伤口被看见。因为只有被看见的伤，才有痊愈的可能。那些你压下的情绪，不会自动消失，
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，变成你过度小心的言语，变成你不敢太亲近的距离感，变成你总是压低声音、压缩感受的习惯。你以为你学会放下，其实你只是学会了压抑。你以为你够理性，其实你只是早就习惯了不让自己再痛一次。可是，没有谁的灵魂天生冷漠，你也不是生来就应该一个人处理所有痛。那些伤，不是你活该要承受的孤独，而是你正在学习转化的功课。你不需要完美的处理过去，你只需要让它被看见，被自己看见，被别人看见，被这个世界看见。那不代表你脆弱，而是代表你真实。你敢于揭开那道疤，代表你已经不再为了维持一种形象而失去连结的可能。真正的疗愈，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熬过去，而是你敢打开门，让信任进来，让某个眼神停留在你身上，不是因为你表现得多好，而是因为你愿意诚实，愿意说我也痛过，愿意承认我还没痊愈，但我愿意走向痊愈。请你知道，你不是为了逞强而活着，你是为了连结而来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孤单，那是因为你的灵魂还在等待某一个时刻能够被深深看见。不是外在的你，不是角色里的你，而是那个赤裸、柔软、真诚的你。别再说你没事了，那是一种对自己的背叛。当你不再急着伪装坚强，你才会发现，原来这个世界也有懂你的人存在。你不需要每次都把伤口藏好，有时候让它被看见，才是一种力量，一种走向完整的邀请。请你记住，伤口不是耻辱，情绪不是软弱，哭泣不是退步。真正的疗愈，是从你愿意承认我还在痛那一刻开始的。你可以开始学习对自己说，我不再需要假装没事，因为我的存在就配得被温柔对待。被看见的伤，才有痊愈的可能。而你也终于可以放下那么多年来一个人扛住的坚强，轻轻说一句，我也想被看见了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